嗯，哼，这不是我丢的钱袋吗？便宜你小子！给他套上！没事吧？光天化日强抢民女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你就是个小偷！我劝你识相点啊，坏了我们霸总的规矩，霸总不会放过你的。霸总啊，只要在蓬莱城，就得守他的规矩。我们霸总就是公道大王。公道大王啊！来吧。你干什么？你们不是要把我绑起来，带我去见你们霸宗吗？你去，给他绑上。我。快点儿！来吧，把我套上。啊？套上？去。啊！不偷鳏寡孤独，不欺老弱病妇，这是规矩。记不住的就给我滚出蓬莱城！是。拉下去，下一个。老大来了。一个小姑娘家，何必大费周章？解开吧。哎，好，哎，松开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就是霸宗？不错。听说这儿都归你管？不错。那我倒是好奇了，你都管了，我家冥府管什么？你是官家的人。哼，不错。让他走。走，快点！什么意思啊？官家的人自有官家管，我不管。给我拉出去！安生，别动！请神容易送神难。我刚才听你的兄弟们说，要想在这蓬莱的街面上行走，都得按你的规矩来。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告诉你一声，狄仁杰狄冥府来了。从此以后，蓬莱这上上下下归他管，你可以歇着。自古以来，官家是官家，江湖是江湖。江湖是江湖，可你别忘了，咱们头顶上还有王法。你手上的这江湖权，我得给我们狄冥府要回去。权力不是要回来，是挣回来的，得自己挣。那你说，怎么挣？一下酒，跟我蓉妹喝酒，找死吗？没想到冥府刚刚上任，就得空来我明月坊闲坐。曹安荣幸之至。如果是听到被曹娘子的滨州小调吸引，不知可否请娘子为我再奏一遍？主事跟我说，正是娘子。月芳歌姬慎重，他想必是搞错了。不如我把腾空的新作唱于冥府听。那不必了。
冥府不喜欢腾贡的诗作。南京女爱之事，非我所喜。没想到，冥府居然不解风月。腾贡盛名之下，虽无子嗣，也无纳妾之意，对夫人银莲情深意重。他诗中所写所叹，也是与妻子白首相携的期盼。纵然是今上，也会为之动容，自以雅情二字。这些都不能让冥府感动。娘子消息通达，实不像一个偏居蓬莱的普通歌妓。冥府可知我籍贯何处？从前父亲在京里的时候，跟一个曹姓官员有过来往。18年前，因为铸造私币被抄了家的曹鹤仙。那荷包虽然旧了，却也绝非是寻常百姓可以得到之物。荷包边上的琉璃器，也非凡物。冥府果然好查案，明察秋毫，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我料定冥府是滨州人，因为我想听滨州小调，这是其一。那其二呢？我曾去过滨州，对那里的风貌人情有所见闻。这琵琶原配的拨子坏了，弹不出嘈嘈基音，就且唱一首《蓬莱幽语》吧。怎么了，儿？哎，谁呀？谁？家主，快！家主！夫人，家主还有脉象，快先救家主！快先救家主啊！慢点儿，还跟上！哎，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回书房守着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家主。郎君，该喝药吧？我说不喝，偏不喝。腾贡，腾侃，
求死来了！我来投案。家主，家主，这个。正面3刀，背面4刀，又是7刀，跟城外那个无名男士一样。那短剑可有人动过？我一直派人看管书房，你还不快进来？回冥府的话，回冥府，我一直在外守着，没人进来。这里摆放过一面屏风，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功，相附青皮半木通。癫狂梦醒汤。腾宫疯癫，自何时而起？啊，这个，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4扇屏风？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所以事发之后，家主便差我等把它搬到库房去了。屏风，不祥之物。正是这屏风邪祟，招厉鬼附身，才害家主杀死夫人的呀。冥府，请看。杨柳吐蕊，春日景色。书生伏案小睡，一女子入梦，青山绿野。这画的是书生夏日复考，然后是深秋时节，书生考取功名，披红归乡，恰与梦中女子相逢。这最后一幅应该是冬日期画。哎，为什么变成了杀妻血图啊？从前真不是这样的，本应是佳偶相拥的图画，可不知因何缘故，
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，是自何时而起5日之前。凶器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有人进入过凶案现场，行凶后翻墙逃逸。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清明府判我死罪。哦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请将昨夜之事细细道来。昨夜暴雨，我在书房写作，怎料癫狂症发作，是我杀了他，一定是我杀了他。恳请冥府切莫容情，判我死罪。唐公节哀。案情尚不明了，请恕我不能够结案论罪。腾公不妨先回房休息，李某自会将案子查个明明白白。判我死罪！粉末。之前有碱，握笔。死者指尖、耳中、发髻上皆有白色粉末。7刀，为何都是7刀？明父，没什么味儿啊。唐侃已经认了，癫狂症发作杀妻，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吧？那齐平为何无故变化？窗外留下的足迹，进入书房挪动尸体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疑团都没有破解，就结案了？蝶儿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没少赢啊！这可都是我靠自己本事赢来的，合律合法，愿打愿挨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事儿呢已经了了。谁了的？立规矩的人。还赌吗？江湖权力不是儿戏，真要赌，咱们换个赌法。你还要赌什么？咱们就赌你们手头上的案子。狄仁杰要是真能把无名尸体的案子破了，查到真实元凶，那我这江湖就归他管了。可是他如果破不了，我也不图你们什么。咱们官家、江湖各不相犯。赌了。如果
你破了无名氏的案，那从此以后蓬莱县你说了算。不然呢？这儿有3颗铜头子，1颗头子我帮你们办一件事情。这方圆50里之内你可以打听，没人敢不给我面子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究人。谢了啊。等等，3颗头子只能办3件事，你可别给我偷奸耍滑。没什么不然啊，你可是狄仁杰啊，这案子你肯定能破，你得努力啊，怀英。哎，这赌来的钱呢，不算是脏钱，用这钱买来的靴子，自然也不算是赃物，这个可不脏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回屋换靴。马蓉啊，小狗啊，啥都好，就是爱吃屎。什么时候把这个毛病改了，小狗啥都好，啊？哎，狄仁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谢了。滕公悲伤过度，旧疾复发，好好休养才是。这些都无妨。冥府可知，我20多年前流连京畿之时，与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令尊为人磊落，殷容至今牢记于心了。当年我官拜右屯卫长史，叫做滕仲元。南雁白发悲，孤塞山岳林。天地常入夜，生死共长生。自父亲离开之后，这首诗一直常伴左右。今日得遇父亲故人，是怀殷之幸啊。只是不知滕公为何？不知为何，我从大漠孤烟转投风花雪月是吧？是银莲改变了我。自从我与他成婚，我便不愿再去碰触杀伐决断，所以改了名，只想做一个沉迷在温柔乡里书写情书的庸人。如今年过半百，唯愿与银莲共度余生，别无他求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被我亲手所毁。淮阴尚有一事不明，滕公为何一定要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？冥府，即便你不判我，老天也将判我。手刃爱妻，忘情负义，与其每日尽受煎熬，炉火残生，不如早赴黄泉，在地下与银莲相见。冯侃求冥府，看在与令尊的交情上，判我死罪吧。滕侃谢过冥府了。滕公万万不可，淮阴既谋圣恩，自当依律行事。滕公也曾在朝为官，自当熟知唐律。依唐律，癫狂病人无伤人命，当从轻论处。滕公才名远播，全县百姓上书请命，
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判你无罪啊！命苟存，心有死。有一事，淮阴还望腾公能够如实相告。你是想问那四七平的事儿吧？正是。那七平是我10多年前在殿中偶然看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4幅气画，画中故事与我和银莲一般无二。梦中相见，露台相识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说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种种巧合，我认定这七平一定是我和银莲的独属之物，这才将它买回来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前几日，这酒杯却变成了利剑，刺入了他的前胸。家主，我今天状态尚好，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亲自嘱托。夫人，我说过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说。夫人说。夫人说。郎君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你喝。我说不喝，你还不喝？郎君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银莲，对不起。七平，四七平。郎君，郎君，你看，郎君怎么会这样？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有鬼！有鬼！家中被烈鬼附身了！家主！当时
我的疯癫之症已经越发加深，唯恐真如七平预言一般，把银莲杀死，所以让下人们把七平锁入库房。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失了心智。滕公，可认得此画中人？滕公与父亲相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家主交友甚广，我如何全都能记得啊？更何况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说起滕仲元的先祖，那倒是大有名气啊。说说。贞观13年，滕仲元的先祖官封剑南道魏军镇父，本来是仕途顺畅，结果没想到患了癫狂之症，夜间发作，拔刀闯营，一连杀了17名士卒，引起哗变。滕仲元的先祖问津谢罪。从方才的脉象看来，阴虚于下，阳亢于上，确实是癫狂症。这么说来，这病会传于子嗣？难道这就是滕仲元与银莲不育的缘由？银莲在出阁之前，家中也是姊妹4人，正如这屏上所绘的一样。别跑！这儿就是银莲出阁前的祖屋，现在就剩下未出嫁的二姐，大家都叫她赖二娘子。赖二娘子，这位是蓬莱县令狄明府，今日前来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也知道你要问什么。你在查银莲被杀的案子，对吗？你知道他死了？大诗人滕侃的夫人死了，这是天大的事情，瞒得过谁去？哼！你笑啥？我不能笑吗？他早就该死，这是报应。报应？他这个人，素来水性杨花。谢过明府。仗着美貌，竟做些隐门卖笑的勾当。与他有染的人多了，恨他的人也多了。我可听说银莲夫人素来品行端正，恪守妇道，她与滕公伉俪情深，都是些人前的伪装罢了。恪守妇道这4个字与他从来就不沾边。不是赖二娘子说这些话，可有凭证？要什么凭证？你去各处打听打听便知道了。你说他的情人很多，可否将他们的名姓告知于我？
我与银莲交恶，素无往来。他现在与何人私通，我又怎会知道？不过，当年有一个叫李翰的，他可是银莲的奸夫，银莲出阁前的追求者，一个平庸至极的无聊男人，整日围绕在银莲身边。后来，银莲就腻了。有一日，李翰闯入府中，银莲报了官。银莲，不信，你可以去查查。那全都是我。我看这画都出自一人之手，你跟这个徐凯熟吗？我跟徐凯何止相熟，他这一辈子最爱画我。这个徐凯现在何处？他得了麻风病，后来就失踪了。那病让他本来好看至极的脸变得斑旋横生，无法再见人了。不知赖二娘子上一次与银莲夫人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是什么时候呢？好久了吧。自那日你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之后，我便发誓与你再不相见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这一生只爱徐凯一人，得不到他，我便终身不嫁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跟你不一样。回衙之后，让红叔查下李翰的卷宗，若他所言属实，旧案之中或许能够找到银莲的牵扯。明府府衙来报，街上一家书画铺昨晚失窃了。明府，就是这里，小人的书画铺。何时发现店铺被人闯破？回明府，大约今日申时前后。昨夜贪了几杯，一直睡到晌午后才来开门。当时店门紧闭，
若非断了锁，又贴了许多画像，我恐怕也不会发现有人进来的。可有财物遗失？我查了几遍，并未损失财物。你这店内书画，尤其是贴告示这些，我要带回府衙去，待到案件告破之后再给你还回来，可否？民府请便。我跟徐凯，他是我的情人。等等，粉末。这个徐凯现在何处？得了麻风病，后来就失踪了。他就是徐凯。你如此大费周章，就是为了告诉我，这一切都跟徐凯有关。你就未曾沐浴，甚至就未曾洗手。衣衫褴褛，生活窘迫，形同乞丐。乞丐，草鞋，粉末。粉末。快点儿！快！菜市场。回英啊，南来二娘子啊，所言属实，李汉的卷宗找到了，此人因盗窃罪判城郊采石场劳役。果然是采石场。说你觉不觉得民莲夫人有些异状？有何异样？说不上来。嗨，算了，小戴，备马。哎，这大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？去采石场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乔彩跟我2个人够了。我能帮你。这骰子霸宗给的，1颗骰子解决一件事儿，方圆几十里没人敢不给他面子。行了，你已经许久未睡了。 2日而已，不算久。我替你试试，若真有用，你替我谢他。哎，回应。别走哪儿？快点！快点！什么呢？说你的别给我走，快点！没吃饭怎么的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！快点！ 谁让你坐下了？别磨蹭！也快点！后面那边偷懒！ 快点！别磨蹭！过来！提名府，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去呀！别磨蹭！
这儿不是衙门，没有酒饭招待，乌烟瘴气的，没什么事儿，二位请回吧。陈守卫说笑了，李某今日来说要见一个犯人，李汉。那你可有刺史的公文呢？公文自然有，但陈守卫如要是见了公文，让我见不到人，这里边的干系不用狄某多言吧？快点！小戴，取公文。我这里的犯人成百上千的，也不是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得住。哎，过来，去把那个什么李汉给我带过来。你忘了，这个叫李汉的已经染上麻风病，死了。对，这我倒是给忘了。狄明府，不是我不让你见，你听到了，人死了。要不然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。这个李汉与多宗凶杀命案有关，狄某不敢疏忽。陈守卫，有劳了。随我来吧。陈守卫，这儿。明府，人死了多久了？10天、20天。新土。我若想挖坟验尸，陈守卫可否行个方便？明府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是我越权了。我屋里有犯人的名册，若是不信我的话，可以去查。那倒不必。既然已经来这看到了，这差事就算是交代了。多谢陈守卫通融，走吧。多谢。明府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明府，挖坟，挖坟，这采石场戒备森严，再进去怕是难啊。等一等，一会儿应该会有人来给我们带路的。啊？明府，明府，你认识霸宗？他是我的朋友。即使如此，也不枉费我冒死前来了。明府，您是想挖坟验尸？是。前方有一条小路，可以避过守卫，直抵乱葬岗。两位，请随我来。请。明府，挖开。明府，这里戒备森严，若非病亡，那一定是陈守卫私自放人。这类事情时有发生，小人我职位低微，知之甚少。明府，我只能帮您到这儿了。你甘愿冒如此风险来？是为了帮我，还是为了霸宗？我家中受过霸宗不少照顾，有恩报恩，本该如此。明府既是霸宗的朋友，住明府，那自然也就是住霸宗了。如此多谢了。明府言重了。明府，
别喊，让他看一眼那草席。那是李翰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李翰在哪儿？你无权问我。自始的文书也不管用。有吗？没有。那你就是家丑共文，你家丑共啊！不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你。我狄仁杰能判案，也能断案，说不定到最后，你这案子还是够我来判。我保证让你死得不明不白的。你到底是官是匪啊？见官是官，遇匪屠匪。你希望我是官还是匪？我说，李翰他跑了。他一个身负刑拘的逃犯，能跑得出你这戒备森严的采石场？杀了他！我放他！你为何这么做？有人用钱赎他出去。谁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一身长衣，头戴斗笠，黑纱照片，全程一言不发，只是拿钱，然后在名册上点了李翰的名字。我做的可是掉脑袋的勾当，不问对方底细，我有好处，自然不会深究啊。你还是个惯犯。不，我是一时糊涂。什么时候走的？10日之前。不过他真的一直患有麻风病，此事绝非虚言。就算我不放过他，没有几日他也会死的。交代。你好自为之吧，事后会有人来处置你的。明府，你之前说过，李翰是因银莲的记恨而入刑，而李翰被放又在无名尸发现之前。如果这个无名尸真是徐凯，而且两个案件又有相似之处，那这个李翰因为记恨而杀人的动机就能坐实了。那保他出来的这个人，可能就是他的帮凶啊。最近长进不少啊。根据书画铺留下的粉末看来，告诉我们无名尸身份也是李翰。现在想来，银莲当时是出于恐惧，因为他当时就认出那个人就是李翰。回城之后去找一个乞丐，长发遮面，后不挡脸，因为麻风病而有残疾，形容特殊。既然形容特殊，就应该不难找。我是时候去见识一下银莲夫人的真容了。真容？马荣新认识这位霸宗大哥，好大的威风啊！曹娘子，狄明府来了。知道了。明府，让您久等了。不要紧。明府想必还未休息过吧？心绪烦乱，时难入睡。是为银莲夫人遇害一案吗？是。这个案子离奇复杂，这其中的男女情感纠葛，我到现在也没能够理清头绪。
实在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原来宁府不是来听曲儿的，难道是有求于我？我想你贯经风月之事见得多了，跟你聊聊，许能解我心中疑惑。这男女情爱，无非就是相聚时浓，相思时烈，离别生愁绪，痴情生猜疑，多情生记恨。其实这些情感，在滕公的诗句里写得淋漓尽致，其柔媚缠绵，可比寻常女子的心思更要入木三分。这我还真没品出来。不如我为冥府弹上几段吧。如此，有劳了。你在这干嘛呢？等狄仁杰啊。你能不能别老狄仁杰的，叫冥府。咱现在身份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得懂规矩。阿兄，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跟侯叔越来越像了？你上年纪了你。就你这野印啊，看谁敢要你。行，狄冥府，我等狄冥府，行了吧？那你别等了，一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那你跟我这儿瞎套什么近乎？你干嘛去？红叔，少管我！我能不管你吗？你过来。过一次见见他们吧，真是让人担忧啊！都怎么样了？给我们见一见吧。狄大爷吗？冥府，来，随我来。冥府，各位，今日这也是练家，各位请回吧。哎呀，冥府啊，您到的正是时候啊。其实家主已经将自己关在夫人房中整整1天了，又水米未进，我等正在犯愁。啊，是本宫与夫人并不同房啊，您有所不知，其实家主在作诗之时呢，往往是不分昼夜，恐怕会影响夫人的正常休息，所以一直分房而居。我就在这里。家主，冥府来了。家主，冥府来了。我等等。这，我在这里思念亡妻，不愿被人打扰，冥府久等了，怠慢无愧。这里没有外人，还是叫我淮阴吧。